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拍摄树叶。拍摄树叶用顺光的效果来拍摄，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树叶的碧绿以及鲜艳。但是这样的拍摄比较普通，因为我们平常人用眼睛能看到这样的效果，所以说呢，这样的拍摄没有什么新意，同样也引不起观众的欣赏兴趣。所以像拍摄树叶这样题材的照片，我们一定要用不平常的拍摄手法来进行拍摄。我们可以通过逆光来拍摄树叶，让那些本来看上去比较普通的树叶变得里纹清楚，色彩华丽，晶莹剔透，给人以一种美的感受。我们说顺光的拍摄，光线比较均匀和柔和，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拍摄对象的固有颜色以及质感，但从整体视觉效果上来讲，显得比较平淡，缺乏立体感与质感，表现力不足。如果我们用逆光或者侧逆光来表现树叶的层次，会比较丰富，错落有致，轮廓比较清晰，质感很强，这样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拍摄对象的外形轮廓美和立体感。通过逆光的拍摄，能够展现出拍摄对象的外形轮廓、叶脉以及纹理分明，当然也比较适合拍摄剪影或者拍摄半透明的对象。通过不同角度的拍摄来展现出树叶的顽强生命力。通常我们在拍摄树叶的时候，经常采用逆光来进行拍摄，光线照亮叶片中的脉络，形成了非常好看的纹理。像叶片较薄的新鲜的树叶，或者是纹理较为美观的树叶，比较适合我们进行拍摄。同时我们一般不建议选择落叶或者叶片较厚的树叶进行拍摄。像这种近距离的给叶片拍摄特写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叶片的脉络和纹理，这是大自然所赋予植物的一种美感。其实像这样的照片拍摄，更大的乐趣就在于拍摄它的脉络。有一点我们要清楚的是，不是所有的树叶都值得我们去拍摄。我们当然要选择外形比较好看的树叶来拍，只有那样才有可能拍出满意的照片。比如我们平时看到的枫叶、银杏叶的形状，是秋天拍摄树叶的首选。我们在用逆光拍摄树叶的时候，如果背景比较明亮的话，可以让画面显得非常的干净，在色彩方面也会显得格外的鲜艳。如果是比较暗的背景，它的光比明显，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树叶的轮廓和纹理。我们说不同角度的拍摄给人带来的视觉感受也是不同的。我们在不同的角度进行拍摄，会产生不同的美感。像下面这幅摄影作品，拍摄者不但很好地表现了脉络的纹理，同时通过卷曲的线条使它产生出曲线的美感。所以作为拍摄者，仔细的观察是非常必要的。我们可以通过对树叶局部的观察来发现常人所并不注意的细节。像下面这幅作品更有情趣，零散飘落在水面上的树叶，站在一旁可爱的小鸟，给整个画面增加了趣味性。当然只是对着树叶进行拍摄，未免有些单调。我们可以捡一些外形比较好看的落叶，放在桌子上，搭配上一本书、一杯水，来营造出一种很文艺的效果。像这样的照片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树叶的凋零和时间流逝的感觉。随着秋天的到来，落叶纷纷，是很不错的画面效果。趁着秋风吹过，落叶片片凋落，我们用手中的相机利用高速快门定格落叶落下的画面。我们在画面中央安排一个模特，用落叶来烘托人物。当然没有风吹落叶的时候，我们又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可以从地上捡起一些落叶，
在拍摄的时候向空中抛出，自然就会创造出落叶的效果来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